一款发行1周居然就卖了30万套的攀岩游戏，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大家好，我是 Edison。如果我今天跟你说有一款游戏里面没有 RPG 的数值，也没有 PVP 的那种互喷，更没有那种解不完的开放世界任务清单，整个游戏就只有一面墙，你还会想玩吗？这款叫 Karen 的游戏发售才1周就卖了30万套。制作团队是来自法国的 The Game Bakers， 他们之前的作品 Fury 节奏超快的，结果这次竟然花了3年，就为了做一款让你可以慢慢来的游戏。老实讲啊，以前如果听到我朋友说他有爬山的习惯，我都表示尊重，也很羡慕有这么阳光的兴趣爱好。我是真的很懒，但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为了爬一座虚拟的山，在电脑前做到腰酸背痛的。我刚开始玩的时候超有自信，直接选了 Free Solo 模式，简单说就是那种死而不能独挡的模式。结果我爬了40分钟，就因为一次爬得太急，直接归零。那一刻瞬间我才体会到这个游戏的真实，那种崩溃感是会让你直接想关掉游戏的。后来我乖乖改回去玩一般模式，花了快7个小时才通关，中间摔了72次。但你知道最扯的是什么吗？这款游戏目前世界纪录居然只要1个小时9分钟，而且这些纪录全部都是 Free Solo， 就代表它没有岩钉，也没有存档，也更不可能失误。我总共摔了72次他们一次都不可以失误。目前有5个国外玩家轮流的在破这个世界纪录，而且几乎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纪录跟新的路线。这个游戏的难度不是操作上的弄难，而是在相对安全的路线中做出相对有效率的决策。游戏里面有许多关键的料理 buff， 在哪些路线跟时机使用就变得尤其的重要。我自己在这款游戏的游玩时间或许就只有20几个小时，但光是在看这些玩家爬，可能就也花了快10几个小时了。我甚至还在 Karen 的 DC 群看到一个国外小哥有开直播，第一次玩这款游戏，我就这样看他玩了半个小时，中间还会偶尔跟他讨论说，哪个路线可能会更安全。很难想象一款看似沉闷而且没有任何数值的游戏，可以如此的吸引我，甚至看别人玩都会变成一种享受。你好，朋友。我是美国人。但如果要细说所有 speedrun 的技巧跟路线这个影片的篇幅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我在这边就不过多解释了。毕竟写讲稿的这几天，记录跟路线依旧不断的在更新，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再做另一支影片介绍。那这个游戏最残酷也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拆解了攀爬的操作。在大部分的游戏里面，你按一下跳跃键，角色可能就会完成一整套复杂的动作。在 Karen 里，你一次只能移动一只手或一只脚，你要自己找握点，至少维持2到3个稳定的接触点，你才可以考虑继续往上爬。而游戏里面几乎没有 UI 界面，没有耐力条，只有4肢颤抖，手指开始抖的时候，你就已经快要掉下去了。所以你会想尽办法找到可以卡缝的支撑点，尽可能的伸长你的4肢，看起来有一点滑稽，但确实是蛮真实的。童子军守则第1条，不要吝啬你的岩钉。游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道具机制，它就是你的行动存档点，每一根钉子都是在帮你的失误买保险。当然，如果你是要玩 Free Solo 模式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道具了。而游戏里面的视角也不只是装饰游戏里可以开启鸟瞰模式，其实就是侦查工具。大部分的时候，比起你横冲直撞的乱爬，好好观察路线，哪个线路的支撑点更多更顺畅，才是越过山头的关键呢。那这个游戏的背包是2D 物理碰撞，有点资源管理的机制在里头，容量小到让人崩溃。游戏里也有烹饪的功能，会提供各类型的辅助增益，甚至有玩家做了完整的食谱表，已经算得上某种程度的策略生存了。模式的设计上很直观总共有3种，就是简单模式不怕疲劳，可以重读；一般模式有限岩钉保护；
专家模式，死亡等于3档。这让我想到一个人 ，Alex Honnold。很多人透过 Free Solo 认识他，而且他最近还登顶了台北101，很推荐大家去看啊，手心直冒汗。但这个游戏真正惊人的地方是，我觉得他做出了极端的疲惫与愉悦。我其实之前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内啡肽型的快感，当时其实我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比较习惯的那种游戏爽感比较像是多巴胺这种升级掉宝杀人等等。直到我玩了这款游戏，翻上了某一段演员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坐在椅子上3秒没有动，不是兴奋就比较像松掉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刺激，是那种压力释放，很舒服的感觉。我后来才懂，原来这个就是内啡肽，它不是给你爆炸式的快乐，它是让你撑过去，然后慢慢沉下来的那种感觉。而游戏里面其实安排了2个很特别的关键对照，第一个是马可。马可是一个单纯喜欢攀岩的小伙子，他年纪很轻，技术很好，但他爬山的理由就很单纯，他享受攀岩，他没有执念，没有那种好像一定要完成不可的压力。今天天气如果不好，那他可能就会觉得改天；路线太极端，他就会考虑绕路；风险太高，他就会问自己值不值得。他不是懦弱，他只是知道山不需要被征服。那马可，我觉得他代表的就是那种还能下山的人。而另一个是达马斯。达马斯曾经也是非常有名的攀岩家，甚至还是 Eva 的偶像他代表着过去那个年代的巅峰，但他卡住了，在山顶最严峻的一段考验前，他无法接受自己过不去，也无法接受下山承认失败，于是他选择住在山中，不上不下，停留在距离顶峰最近却最远的地方。他说，只要我还是卡在岩壁上，我就还没有彻底的失败。极致偏执的逃避者，因为他只要觉得不下山，就不必承认自己做不到。如果说马可是还能回头的人，那达马斯就是那种回不了头的人了。而 Eva 正在这2种人生之间摆荡，他比马可更执着，他比达马斯更激烈。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只是选择往上。那更多的游戏剧情我就不在这边过多讨论了，毕竟很多感受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玩过之后才能体会。那说到这个游戏的气质嘛，就不得不提到它的音效与美术设计了。美术和剧情是由法国的知名漫画家 Matthew Bublé 负责，音乐和音效则由曾为 Limbo、Inside 以及 Control 制作音乐的获奖团队打造。每当你刚爬过一个艰难的路线，一段你原本以为遥不可及的山头，此时完美搭配的旋律应声响起，那种全身上下都在兴奋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但游戏中大多的攀爬过程其实是没有背景音乐的，这导致每个音效都会异常的清晰，主角的喘气声四肢与岩壁接触攀爬的声音，最明显的还是那种高处那种独特的风压音效，让你格外感受到环境的空旷与孤独。整个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妥妥的沉浸，不是爽快，而是耐心。一整面长到让你会崩溃的岩壁，像是你跑了10公里一样，然后在最后一刻让你翻上去了。即使只有给你一杯白开水，你也会觉得此事无双。终于把我想表达的感受全部讲出来了。希望我的影片能让你感受到这个游戏的魅力。那以前的我可能没有那么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登山，现在我想我终于可以稍微懂一点了，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往上走。好啦，送你到登山口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我们山上见。